当年你在高考前2个星期突然人间蒸发，悄无声息，音信阶段，谁也不知道你去了哪儿。只是原本岌岌可危的云梦集团突然间安全稳定下来，让大家都隐隐有了些许猜测。江氏的人发了疯的找你，从旗下房产到村间农舍，从大巴轮船到列车航班，最后甚至不顾一切的去找温巢对峙。可是到底有温若寒压着一头，到了没有寻到任何消息。后来时间长了，也只能不了了之。坚持的人，最后大概也只剩下一个忘机。那年高考，他满心都念着你的下落，最后的分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低了不少。后来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们都以为他会去学金融或者经商管理的，谁知道最后他却填的是生物工程系。进入大学以后，他看起来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，可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的高兴过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一直近乎偏执的在暗地里动用自己的所有资源去寻找你的下落。那时候几大集团里私下都传说你早已经死在温氏手里了，可忘记他从来没有信过，一次一次的寻人问信，也从来没有断过。后来温氏突然到了，他的希望大抵燃得更烈。曾经几天几夜不合眼，企图通过网络找出你的哪怕一丁点消息。他毕业以后，不顾整个兰氏所有前辈的反对，坚决地回到云深高中教书。父亲曾问过他为什么，当时他回答心之所向。其实我猜他不过是想守着那点仅存的回忆，等一位归人。有一次他喝了酒，抓着我要兔子，那是母亲走后我第一次见他流泪。那天我去宠物店买了兔子送到他屋里，一推门便见地上、桌上甚至床上散落着不计其数的白纸，上头写满了魏婴、魏无羡几个字，触目所及，皆是你名。这种几近魔怔的日子持续了整整7年，直到那天他在聘教的个人简历中看到你的名字，魏老师。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清楚，忘记他对你绝对不只是普通朋友的情谊，其中的心思，我想你应该能大致明白一二吧。我绝对没有想要强迫你什么的意思，只是他等你这么多年，如果你也对他有这样的心意，我想有些事还是尽快说开，以免让你们2个再错过太多的时光。如果你没有，那么还是请你只与他保持正常朋友应有的距离，尽量不要再去无意间做出什么似是而非的撩拨之举，在下言尽于此，剩下的还要请你自作考虑了。自作考虑？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魏无羡恨不能一巴掌扇死他自己。为什么之前一直要磨磨唧唧猜来猜去呢？如果大胆一点，不要脸一点，早向蓝湛说清楚自己的心意，哪还用得着憋屈郁闷这么长时间？各种悉心照料，用心叮嘱，日日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，还有醉酒后的依赖，情迷意乱之中珍重缠绵的亲吻呢喃，他是脑子有泡才会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吗？更混蛋的是自己还总是做些模糊不清的事，又装作对他毫不在意的样子，可想而知蓝忘机心里头该有多难过。魏无羡简直连肠子都要悔青了。蓝湛，蓝湛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，你才能不再躲着我了？魏无羡心里默念，对不起，你快点回来好不好？目的，他听见了一阵电话铃声，那不是他的手机在响，而是从空寂的走廊里传来的。魏无羡一下子就听出来，那是蓝忘机的手机铃声，心里涌起巨大的狂喜，他想也不想便起身奔出了教室，留下一教室的同学莫名其妙的面面相觑。所有的学生都在上晚自习，走廊里静得只能听得见魏无羡奔跑的脚步声。他顺着铃声转出廊门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一眼看见了楼梯上那个俊秀挺拔的身影。蓝忘机正在接电话，在见到魏无羡的瞬间明显怔了一下，他轻轻应了2声，不知又说了些什么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他缓缓抬眼看向魏无羡，不过2眼便又挪开，草草地点了下头以示打过招呼，转过身就想要下楼。魏无羡急急大喊，蓝湛！准备离去的背影顿住，魏无羡忙跑向他，却在楼梯口止住了脚步。原本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要对他说的，可魏无羡突然发现，现在人正站在自己眼前，满腹的千言万语却突然不知该从何说起。他就那样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看着蓝忘机转回头，我
两人的视线在静谧的空气中交汇，有些复杂的缠在一起。魏无羡忘记那双哪怕在安眠药的作用下也能挤进他梦里的眼瞳，鬼使神差的轻声道：“我很想你。”蓝忘机的身形微不可察地晃了一下。魏无羡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些什么，双颊蓦地窘红，心里泛起嘀咕：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他肯定觉得我莫名其妙死了。默了一会儿，蓝忘机微偏过头开口道：“如果没什么事，那我先有事。”魏无羡慌忙道：“蓝湛。”那天晚上，蓝忘机一愣，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，面色却隐隐有些泛白。他垂了头，双手紧握成拳，哑声道：“抱歉。”魏无羡大声道：“不是，我不是想听你说这个的。那天晚上，我……”蓝忘机闭上眼，回转过身去：“你别说了。”“我要说。”“蓝湛，我……”魏无羡半天也我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心下一急，脑子一热，不经思索地脱口而出：“我那天是真心想跟你上床的。”蓝忘机的背影顷刻间直直地僵住。魏无羡心下一横，几步跨下台阶，抬手从他的双臂间绕过，紧紧地从背后抱住他的绷直的身躯。“真的。”魏无羡喘了两口气，不是一时脑热，不是随意兴起，更不是因为你喝醉了而勉强应承，而是因为你特别好，因为我喜欢你。蓝忘机睁大了眼睛，或者换个说法，心悦你，爱你，想要你，随便怎么你，我想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。我还想天天和你上床。我发誓我不是故意撩拨，也不是在开玩笑，更不是为了感激你，总之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是，就真的是喜欢你，喜欢的想和你上床。你不喜欢我随便撩拨别人我就不去，你不愿意我吃辣我也不吃，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只要你愿意和我。魏无羡说不出话来了。蓝忘机已经转过身，将他死锁在自己怀里，狠狠地堵住了对方的唇。久违而熟悉清淡的檀香充斥了魏无羡的全身上下每一处神经。蓝忘机一个旋身将他抵在墙上，一只手捏住他的下颚，迫使其抬高，被动地承受着自己狂风暴雨般的侵袭。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，幽冷的月色透过窗子洒在两个人的身上，仿若天神赐予的恩惠。两个人并肩走在学校里的林间小道上，魏无羡勾着蓝忘机的小尾指，抬起头看着半隐在光秃秃的树枝间的月亮，啧，这个地方的存在简直是为了勾引少男少女犯罪。蓝忘机微微偏过头，怎么说？